嗨，各位大家好，欢迎收看大叔今天的影片。今天的影片大叔是要针对独木舟翻舟的因素来做下集的解说。那今天这一集也相当精彩，请各位朋友务必要耐心看到最后。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今天的影片喽。独木舟这类型的商品，大部分都是采用塑胶射出压模制成的商品，所以这类型的产品会有生命周期这件事情。大叔相信很多人可能会忽略这个因素。如果生产制造期限太长了，可能会发生材质氧化变质的情况，舟体无法再像之前那样，可能撞到或压到后，舟体就会可能因此撞裂破洞。这时水会快速大量的流进舟体内，独木舟就会因此下沉。所以库存太久的独木舟，大叔不推荐购买哦。上集影片开头的那位日本舟钓大叔，就是因为发生独木舟上面的螺丝孔位有裂洞，而导致海水慢慢的渗入舟体中。当海水满至舟体的一半以上，独木舟就会开始呈现不稳的状态，而划舟的人此时也无法继续保持平衡，就这样才会产生翻舟的悲剧。事后，日本大叔彻底检查整个独木舟，发现到他独木舟前面放置脚踏座位的座舱盖左右边的螺丝孔位有些许裂开的状态，所以才导致这次翻舟的事件。事后，这位日本大叔也已经赶紧将这个洞修补起来了。再来就是独木舟配件因松脱而导致入水造成翻舟的原因。这个因素，大叔身边的舟友曾经发生过。为了方便坐钓使用，往往钓友会在独木舟上面加装一些配件，来帮助解决坐钓时水流的问题。但是，往往这些配件在当初设计上，用来固定这些配件的小五金，都是采用公牙螺丝，或是抗拉性稍微再高一些的膨胀螺丝。这两种都是用来固定安装独木舟配件使用的。以科棚区坐钓为例，遇到大潮时，水流相当湍急，固定在科架上的挂科绳，受水流因素的关系，形成相当大的拉力。如果受力面角度没有调整好，即使采用的是抗拉性较高的膨胀螺丝，也是一样会被拉开。当配件被拉开后，水会渐渐地从孔位渗入舟体内。当舟体内水位过多，独木舟就会呈现一种不稳定的状态，会让你无法控制平衡。这时候重心只要稍微偏往某一侧时，舟就会立即翻覆。由于先前曾有舟友发生过配件因为水流速过强，导致膨胀螺丝被拔起，而导致翻舟。后来大叔现在都是采用柳钉来帮舟友固定独木舟的配件，这样一来就再也不用担心因为水流过强，膨胀螺丝被拔起的状况了。讲到这边，大叔大概已经将有可能造成翻舟的因素都列出来了。那接下来大叔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叔翻舟的经验吧。基本上大叔对于在开放式水域坐钓的经验算是较少一些，虽然都有一直在做功课，但是经验这种东西毕竟还是需要遇到了才学到，你说是吧？只能说尽量累积各种所学到的知识，来尽量帮助你能很顺利平安的完成每一次舟钓愉快的经验。这次大叔翻舟的状况就是在沙滩的浪区，发生的当下是大叔和舟友已经结束坐钓，准备返回。快到浪区前时，看到远一点的沙滩，那边的浪比较少一些，但是缺点就是上岸后需要拖行独木舟回停车处比较远。靠近停车处的沙滩则是浪况是一波接着一波。大叔犯的第一个错误就是选择了截弯取直，直接切往停车处的方向前进。当进入浪区后，过了大约2道浪，舟立即侧偏，
后面的浪再扑过来，就这样大叔我就翻舟了。当下真的傻眼了。不过好家在的是，水的深度只到大叔的胸口下，舟上的所有配件都掉落海中。因为脚踩得到地，所以大叔立即先将舟翻转过来，才开始捡漂流在海面上的物品。但是很可惜的是，仍然遗失掉一些东西，如一组钓竿、无线电因泡海水而故障，后面拍摄的相机也因为泡到海水而故障。前置物桶内的铁板以及其他的假饵，通通都掉落水中。眼看当下浪是一波接着一波，我就赶紧将舟用拉的上岸了。这次的翻舟，大叔有以下心得，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下舟进浪区和回程进浪区时，务必将置物桶上锁，以免翻舟时里面物品掉落水中。鱼竿请系上丝手绳，与舟固定在一起，以免翻舟时鱼竿掉入海中。第二，回程时需要目测观看沙滩浪区状况，挑选浪较少的地方作为上岸点，并且需要在回程浪区之前，必须先滑行至上岸点大概位置，再直线进浪区上岸，千万不可进浪区后才开始斜切滑行路线，这点相当重要。有时候虽然远一点，但是和安全性相比，情愿多走一点路也好过遇到翻舟的情况。第三，如果是脚踏舟，务必在进浪区之前，就先将脚踏系统收起，用桨划回岸上，用桨来操控舟头的方向，即使是回程，舟尾也务必要朝向浪来的方向。第四，一般开放式水域会遇到翻舟的情况，很多的时候都是在刚下舟时，或是回程准备进入浪区的时候，一旦划出去了，就比较不容易遇到翻舟的情况，除非发生独木舟的配件有问题，使得水开始慢慢进入舟体内，这时候别再摊掉，立即回头。第五，大叔自己遇过翻舟，也遇过舟友翻舟，大叔与其他的舟友一同协助救援翻舟的舟友的经验，所以结伴而行是很重要的，尽量避免单独出舟，尤其是开放式水域。第六，如果舟体不大，载重性不高，尽量不要携带过重的装备，这包含你自己的重量也要一并算进去，也不要载到很勉强，去挑战舟的极限，因为这样吃水会很深，浪稍微大一点，水都会从舟旁边流进独木舟内。如果一开始就知道自己的重量及需要用到的器材重量有多重，在挑选舟的时候就需要选择大一点的舟型，因为越大台载重性越高。如果有打算使用电推或者是油推来增加移动的速度，大叔会建议直接上大舟，这样就可以准备预备电池或者是另外的预备油桶了。第七，出开放式水域，强烈建议要安装独木舟专用的助浮筒，一来可增加舟的浮力，二来当舟发生倾斜的时候，可以有效的保护让独木舟不容易翻舟。最近身边的朋友有很多人开始准备想要开始升级动力系统，加装电推或是油推，如果再加上电瓶或是油桶后的重量，请务必要考虑好舟所能承受的重量范围。如小型舟上限为150公斤左右，那就将整体重量控制在100公斤以内，让它还有剩余50公斤的承载量，再加上助浮筒的辅助，就是非常好的配置。如果加重后的重量有超过，那就需要更换更大型的舟型来做搭配，我想这样才会比较适当。另外，如果使用电推或油推为30磅，适用于封闭式水域，前提是无风无流，使用上应该是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是用在开放式水域中使用，在有流水的情况下，则会建议用到58磅以上较为合适。但相反的，换大一点的船外机，
虽然解决了动力的问题，但却也衍生出重量的问题，这点务必要先考虑好。最后就是，如果是用手滑轴来加装动力系统，那还有一件事情也务必要考虑进去，那就是万一在过程中电瓶没有电了，或是油桶没有油了，那怎么办？如果是在开放式水域遇到刚刚说到的情况，水流强时，有可能是会滑到手臂没力的。所以如果是选用脚踏舟来加装动力系统，相同的，如果万一遇到没电没油的情况时，可能脚踏舟还能让你轻松的回来。以上这些都是大叔想在今天的这支影片中想跟大家分享的。当然，最重要的就是安全保护措施不可少啊，救生衣、脚绳等等是一定要穿戴的。好啦，如果朋友们在看完影片后有任何问题，大叔也欢迎大家发问哦。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我们下支影片再见，拜拜。